本周新闻提要：俄罗斯航母再度起火，恐难在2024年回归战斗序列。巴赫姆特传来捷报，乌军成功将瓦格纳雇佣兵赶出郊区。泽连斯基秘密访问美国，为乌克兰带回18亿军援。下面由大兵带你一一了解。根据俄塔社俄新社报道，当地时间12月22日，俄罗斯唯一的航空母舰库兹涅佐夫号在俄西北部的一处造船厂中维修时又发生了火灾，航母上紧急撤出20人。为什么大兵硬要说又呢？因为这已经不是该航母第一次发生事故了。早在2002年1月17日，库兹涅佐夫号在维修期间就曾因电信短路发生火灾，造成一名士兵死亡。随后2003年10月，刚刚结束维修的库兹涅佐夫号在出海进行航行实验时再度发生火灾。2006年8月，库兹涅佐夫号警备队器材仓库电信短路，还是火灾，导致2人受伤。2019年12月，正在维修的库兹涅佐夫号再遇火灾，造成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在如此多次火灾的打击下，也让这个1991年服役的航母疾病缠身。服役20多年期间，别说大修，就连最基本的维护都极为缺乏。直到2017年才开始服役以来第一次大修，但不修还好啊，修了之后竟然越修越旧，越修越伤。先是承载航母的浮动式船坞无端停电，导致进水门无法关闭，进水沉没。沉没时，船坞上的起重机受到撞击，倒塌在航母后甲板上，给甲板砸出一个大洞来。然后又在码头上着火，导致工期一次次往后拖。本想着都快2023年了，终于快完工了，没想到又是一轮大火。库兹涅佐夫号作为俄罗斯现役唯一一艘航母，满载排水量约为6.7万吨，最大航速30节，航母可搭载舰载机30余架，其中包括苏33和米格29K 舰载战斗机约20架。此外还有10余架直升机，包括卡27反潜直升机和 K31预警直升机。虽然无法与美国的乙重核动力航母相比，但也算是俄海军最后的排名了。该舰于今年6月初被转移到摩尔曼斯克一处造船厂中进行维修。据塔斯社报道，该舰于12月20日已完成大部分维修工作，预计将会在2024年第一季度重返俄海军战斗序列。但在发生火灾之后，该航母还能否如期回归，那就不好说了。对于这次航母起火，有不少人都认为是乌克兰的渗透部队造成的。毕竟此前乌克兰就已经用类似的办法破坏了俄罗斯的机场，如今在俄航母上梅开二度，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而除了乌克兰特种部队的可能之外，也有不少人猜测这次火灾是造船厂为了拖延工期而使用的苦肉计。因为在此之前，俄罗斯政府与军队高层曾多次到造船厂催促工期，其中就包括国防部长绍伊古，因此也不排除船厂被逼无奈之下用火灾争取工期，导致航母越修越破。可能有很多人会问了，既然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存在着众多问题，俄罗斯为什么还要让它服役呢？这里大兵认为除了其本身巨大的象征意义之外，更重要的还是俄罗斯的经济问题。如果将库兹涅佐夫号退役，以俄目前的经济实力是很难建造新航母的，这也意味着俄海军将失去航母这个海上大杀器。而对于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存在的问题，俄罗斯心里也是一清二楚。为了能够让它多服役几年，并满足现代化战争的需求，在2017年大修的时候，俄方就决定为其更换锅炉，安装现代化电子设备、作战控制系统、舰载机安全着陆系统等。至于最终安装现代化设备的库兹涅佐夫号航母表现究竟如何，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接下来咱们再将目光移向俄乌战场。最近乌克兰前线频频传来好消息，乌军成功偷袭了赫尔松州卡夫霍卡区的一个俄军临时机场。除了150名俄军士兵当场死亡之外，还有多达20台不同类型的军事装备被摧毁。在如今战事激烈的巴赫姆特，乌军也成功将俄军击退。该地区一直以来都是俄乌双方激烈的斗争场地，两军围绕着巴赫姆特已经激战数月，可是胜负依旧难定。这里被称之为是顿巴斯的敲门砖，而且又连接着乌军很多重要的战略基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时间推移，乌军在巴赫姆特的优势逐渐退去，在赫尔松撤退以后，就有大量退下来的俄军增援到这里，其目的就是要打下巴赫姆特，让俄军取得一场久违的胜利。因此在前面的一段时间里，俄军开始一点一点的占领巴赫姆特，险些将整个巴赫姆特一分为二。但这份危机如今却已经结束，乌克兰军队在这一周里对巴赫姆特展开了全面的反击，将俄军在巴赫姆特失去的阵地打得全面崩溃。到了12月23日，乌军经过顽强反击，终于将瓦格纳集团的雇佣兵从郊区击退。这个消息是由斯特列科夫爆料，他还在帖子里疯狂抱怨瓦格纳雇佣兵的无能啊。根据近日乌军公开的战场画面，在巴赫姆特附近隐藏着各式各样的地道和火力点，乌军机枪手和狙击手躲在掩体内伏击俄军的突击队，后者经常在还没来得及展开战斗队形之前就已经被全歼了。乌军意图非常明显呢，就是利用巴赫姆特制作他们苦心经营了8年的要塞，拖住和消耗大量俄军，为扎波罗热等方向的反攻创造条件。另外，在12月21日晚上，据多家媒体报道，
俄前副总理、航天局前主席德米特里·罗戈金在顿巴斯的一家餐馆遇袭并受伤。据俄媒以及罗戈金本人称，遇袭过程中有2人死亡和5人受伤。当天，罗戈金正在庆祝自己的59岁生日，不料却被击中背部，弹片离脊柱仅几厘米远。这已经是最近1个月乌军第4次成功袭击俄军高级住宿区。据了解，袭击罗戈金的武器是法国的凯撒155毫米自行榴弹炮。乌克兰前内政部副部长安东·赫拉先科在电报发帖嘲讽说，这次袭击是乌克兰武装部队的生日礼物。在克里米亚方向，俄军已经开始准备该半岛的守备事宜。在克里米亚北部的赫尼切斯克地区，俄军正在建造数公里长的战壕和军事防御工事。另外，在俄本土别尔哥罗德地区，俄官方已经开始在招募志愿者去挖战壕，安装混凝土锥体，参与者可获得金钱奖励。而除此之外，另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泽连斯基已经成功从美国回到了乌克兰。我们知道，自俄乌战争爆发以后，泽连斯基曾多次到访前线鼓舞士气，不久前还去了交战最激烈的巴赫穆特，并安全返回。这件事情也代表乌军对俄地前线火力部署、武装直升机部署和战斗规律非常熟悉。乌军地面配置的防空火力也有把握击落突袭过来的俄军战机或者无人机。在巴赫穆特的短暂时间里，泽连斯基进行了公开讲话，并给作战勇敢的乌克兰官兵颁发了奖章。这一顿操作下来，简直就是把俄罗斯情报部门的脸按在地上踩呀！如今从前线回来的泽连斯基更是直接飞往美国访问。此前，他为了让乌军有足够的军援，他还多次参加了北约的视频会议，呼吁各国支援乌克兰。不过，出于对安全方面的担忧，大多数时候他都是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参与国外会议的，其实并没有实际离开过乌克兰。正因如此，泽连斯基的此次访美行程才会引来外界的格外关注。事实上，美乌为了确保此行不发生意外，也是做足了准备。而这次泽连斯基访美的事情，还要从12月11日说起。拜登早先就表明了不会去基辅与泽连斯基进行沟通，因此乌克兰方面就主动提出希望到访华盛顿。一位白宫高级官员透露，在双方通话3天以后，白宫正式向泽连斯基发出了邀请。随后，泽连斯基在16日接受邀请，并于18日确定了此次访问。到了12月20日，泽连斯基视察了巴赫姆特，当晚就骑秘密乘坐火车前往波兰，于21日早上抵达了波兰南部城市普热梅希尔。有媒体在火车站拍摄到了陪同人员中包括了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林克。在离开站台以后，泽连斯基乘车前往附近的热绍耶松卡机场，在这里登上了已经等待他多时的专机。据悉，这架飞机隶属于美国空军，呼号为 SAM-910。在接送泽连斯基的美国专机起飞前，北约还专门派出了一架波音空中预警机，来到了与这架专机会经过的北海空域。与此同时，一架从英国基地起飞的美军 F-15战斗机也来到这里进行护航，直到专机离开了西欧空域，预警机和 F-15战斗机才各自返航。据了解，这是因为北约方面获知俄军可能会有所行动，因此采取了这种防范性举措。泽连斯基也在当天中午降落在了距离华盛顿近12英里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全程由美特勤人员负责安保。当然，中间的一些细节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结果上看，泽连斯基显然是达成了他的目标。拜登已经做出承诺，将向乌克兰提供包括爱国者在内的18.5亿援助，并且美国国会预计会通过一项新的预算法案，在2023年为乌克兰提供449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同时，美国和其他20多个国家将会组成一个各自不同的分工体系，在2023年持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和军需品。其中，这个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是一种远程、全高度、全天候的防空导弹系统，它是美国最先进的防空系统之一，通常由发射车、控制站、相控阵、制导雷达和维护保养车辆组成，主要适用于拦截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先进作战飞机。相较于乌克兰自身的 S-300防空系统，爱国者的雷达系统将监视、跟踪和交战功能集成于一个单元，这使其从其他防空系统中脱颖而出。除了需要操作人员做出最终发射的决定之外，该系统与空中来袭的目标交战几乎是自主的。获知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以后，乌克兰可能用它来防御俄军对其电网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当然，在接受爱国者之前乌军还需要完成该操作系统的一系列培训。该系统在抵达乌克兰之后，很快就会被用于保护乌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例如基辅。而对于乌克兰此举，俄罗斯国防部也紧跟着举行了扩大会议。俄国防部部长绍伊古在会上表示，俄军将继续扩精，并着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的部署工作。绍伊古认为，俄军武装力量人数需要扩大至150万人，其中包括69.5万名合同兵。同时，俄军还将逐步把最低义务征召服役年龄从18岁提高至21岁，而最高义务征召服役年龄则从27岁提高至30岁。
毕竟如今俄乌战争已经打了300多天，并且还没有结束的苗头，越来越向持久战方向发展。俄军死亡人数也突破了10万大关，补充有效兵力成了俄罗斯当前最新的难题。此次俄军除了打算扩军150万之外，普京还批准军费预算无上限设置。从这里大家还可以感受到俄罗斯此次的决心呢。俄乌战争也正在向着不可控制的方向狂奔，但这时候问题就来了，俄罗斯这无上限的军费从哪里来呢？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于本周的新闻都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对于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们，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